嗨，大家好，我叫 Jimmy。虽然我很黑，现在很黑，但感谢大家，也是很有幸能看到前面那边有个彩虹啊。我们走上去看一下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现在是很幸运的时候啦。好了，进入我 room tour 的影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immy，欢迎回到我频道。今天是我搬家的第一个礼拜啦，然后我就把我的家简单收拾一下，然后拍一个关于 room tour 的影片。其实我一直都想把该买的东西等到齐了，然后把所有东西整理一遍，然后再拍一个 room tour 影片。但我发现我应该等不到那一天，因为我觉得我的仓库不是啦，我的家就是不会说太整齐，因为我把客厅这一块当做仓库啦。接下来我会从头到尾介绍一遍我44平方米12000泰铢租下来的 condo 啊。这个锁还是蛮高级，哇，好大风哦！这边风好大，吹进来，因为我里面开了窗。其实我没有带钥匙，不过呢，这把锁呢就可以用指纹啦。诶，不行了吗？OK， 可以。当然，除了指纹，它还可以设置这个密码。鞋子我一般都是放在这里，然后我的鞋柜就是这样的啦。其实原本我打算买个鞋柜的，但我发现也能装得下。假如实在装不下的话，我会用这种盒子啦，又环保又省钱。这边有一个也没有什么用的了，就是楼下有人要敲门啊，这样就是开这个门。但是按电梯也是麻烦，要亲自下去接它。这种扫把在泰国我才发现原来是真好用，比那些塑料的好用多了。它软软的啦，很多角落不管大小都能扫得进去。这一块就是我的仓库啦。进门的这里这个开关就是控制整个房间的灯光，其实蛮不方便的。我每次都要跑到这里关灯，然后进房间睡觉。我房间在那边，进来之后呢，这些我都还没摆好。这里就是放我这些卡啊，还有一些零钱啊。这个呢就是菜篮了，不好意思丢在这里。还有一些杯子，还有这个茶大家都很熟悉啊。我试过之后我爱上它了，都没怎么收拾啦。这个冰箱呢是他们配的。这个冰箱除了噪音有点大有点小，然后呢就这个门有点紧，每次一拖动的话，整个冰箱都像个地震一样。冰箱也是很空。这个厨房看上去呢蛮整齐的，哎，这个要打码，没收拾好。但其实啊，它设计很不好，像这些柜子真的太高了。比如说这里面，这边呢我就会放一些盒子啊，还有一些锅，但是上面的话真的太高了，没必要放上去。放上去的话，假如要拿下来，也许要一个板凳。还有这边也是我放一些不常用的，但上面我一般都不放啦。这个我就放一些颜料，就是画画用的，因为根本就很少用。这里的设计我觉得很不方便，里面啊真的太深了，不知道放什么。放进去的话，也许要站到这个桌子上才能拿得到。这就是我各种各样的调料啦。这个水龙头设计我觉得真的很不好，而且这里的这个盘太小了。比如说我开个水，开最大，这么猛水，假如真的有个东西在这里的话，整个厨房都是水灾的，就像下雨一样。还有这边就是电热炉了，泰国的 condo 基本上是用电热炉的，很少有那种瓦斯的。当然整个厨房的收纳空间是很足够的，它下面还有一些收纳空间哦。比如说这里面我就放一些不常用的啊，还有这边也是，开门方向是反方向。还有这个地垫的话，我觉得地垫应该是属于整个家最脏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每个礼拜我都会洗这个地垫。还有就是这边都是堆货物了。这块呢是我出门的时候要拿的东西，我就会整理在这一块，就包括有一些口罩啊，还有一些我的包啊。还有下面这个其实是电视柜啦，所以我就放一些不会拿出来的东西，比如说这些盒子啊，还有相机盒子啊，还有这些打包用的东西，我都会整理在一块。然后
这些也是还没有用。但这里面，这么乱哦，好吧。最乱的地方呢，一般是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。这也是。其实我蛮喜欢坐地板的，这种地板很舒服，坐起来。在我的右边是一些我卖的货物啦。这个是拖把我也还没开箱，这个拖把是在 Shopee 里面买的啦，因为外面的拖把实在太贵了。我后面全是货物啦，其实不是我的东西多，是我的货物很多。租的这个房间主要还是堆货为主啦，还有这边的桌子，我也是放一些纸箱啊之类的。还有这个黑色的椅子是房东配的，配了2张，我就放在这里。这也是当我的饭桌。如果吃饭的话，我会把这些布掀起来，然后垫一张纸在这里，然后吃饭。因为这个布太可爱了，不想弄脏它。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我平时拍照的地方啦，我会把这边的产品拿到这边拍照，就是把产品放在这个位置左右啦，然后就拍照。还有这个东西是我的 logo。一般呢，我为了偷懒嘛，就是把 logo 直接贴在这里算了。就不用把照片拿去重新加 logo， 就放在这里，然后一起拍，这样 OK 啦。这个就是我的脚架，我觉得这个脚架很好用啊。一般我拍片，我会选择坐那里拍片，然后脚架会把它移到这个位置左右，然后就可以拍片啦。大家看看对不对呢？是这样子啦。这边是我吃饭、工作、生活之类的。然后在我的饭桌还有我的摄影棚旁边，就是一些这个算是可爱的东西啊，堆这里，还有一些背景布，还有我的拼塔，还有我的一些摄影器材，这些就是我的办公桌啦，平时在这里剪片。当然，这个桌子是我买的，这个桌子是我在 IKEA 那边拼起来的，应该是蛮有名的吧，我也是看网络上推荐。这边就是一些杂物啦，乱七八糟的杂物，还有这边就是一些证件之类的。这边也是一些杂物，还有一些药品，还有这些白纸啊。这边就是有一些电池口罩，当然这个口罩已经不再用了。这边太乱了，不看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这个拼头我觉得买的很划算，它才600多泰铢啊。然后在泰国的话，外国人要印的资料有一堆东西，在外面印也是蛮贵的，所以干脆自己买一个啦。其实这个空间还蛮大的，跑来跑去、睡觉干嘛都行哈。好，还是回到这一边，刚刚那个电视柜旁边，还有这些白纸，我一般会拿去垫着吃饭啊，或者写一些东西都可以。这边是泰国的收据哦，它竟然有中文呢。旁边还有一个黑色沙发，也是房东配的啊。开始是我开箱的，这些包装都是我拆的。本来以为在这里拍片，觉得很舒服啦，结果发现这个皮实在是太烂了，而且很轻，这么轻，平时在这里坐久也不舒服啦。我喜欢布的沙发，坐的久会太热了。旁边呢还有个包，这也是我放摄影器材的包啦，以前也是背这个包拿去工作的。这是放一些老相机，还有一些菲林的相机，还有一些镜头，基本上没什么啦。另外这一边是烘男是洗手间的意思。把开关开了之后呢，它的排气扇和灯光一起开啦。这边墙全部都是一块镜子，然后呢，镜子后面都是一些收纳的啦，就是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其实有什么？哎呦，那你看这个东西质量就一般般了，所以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些位置卡到。还有这些东西很容易坏掉，所以一般我就很少用这些东西了，质量会有点差的，要慢慢来，不要搞烂了啊。OK， 那打扰了，以后少点开。还有这边就是一个抽水马桶，里面都是很新的啦，才洗过几天澡啦。这个洗手盘我觉得它好处就是它比较深，是没问题的，是很好用。不会弹水弹到哪里哈，不像那个厨房的洗手盘。还有这些地方也是收纳的啦。另外这一块就是放一些驱虫的消毒水之类的。
好，这是我的后南，后南这里有个开关。刚刚说的这边的灯的开关只有那一个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呢，假如我要回房间睡觉的话，我要跑到那边关完灯，你要跑来这里开灯进房间。在房间门的旁边，这有个窗台，这个窗是向北边的哦。假如把那个门打开的话，这边是超大风的，这些对流风就是吹着里面的东西都会乱，好恐怖，但我好喜欢啊。还有下面这里是一些多肉啊、仙人球啊之类的，这些是我女朋友买的，然后我就放这里，希望养活它啦。现在已经接近1个礼拜了，感觉还蛮健康的，所以呢，加油！快高长大啊！不要长大了，长好就行了，因为就这么小颗。好，这边是层高31楼哦。我还蛮喜欢这个窗的，除了透光呢，还能看到一些，因为层高嘛，看起来心情也好很多。平时在这里剪片啊，无聊的话也可以打开窗看看外面，还可以放这个蓝牙 music 蓝牙音响。我喜欢这个东西。我觉得整个工作环境都是不错的。这个小椅子是房东配的，其实我觉得很不舒服，这里设计不太好，这里应该是不是尖的，它应该是有弧度才对。那没关系啊，现在是中午，有点阳光照进来，还是不错的。31楼还是能听到一些车声啊，还是那种广播声音。进房间看一下，我的房间依然是堆一些口罩在这里啦，除了一些医用口罩。还有一些 N95 是拿去卖的，还有就是上面放了一个 Pinta 的盒子。这个衣柜质量我还是觉得一般般，跟我第一次租房的那个衣柜一样啦。其实衣柜对我来讲，有地方挂衣服就好了，也刚好挂满。我衣服应该不算多吧，还有下面就放一些袜子之类的。这边也是一些衣柜啦。这边放一些卫生纸啊，还有2个脚架，这个是袋子，这里面有一个架子，还有我的行李箱，旁边这个是电视机，但我还没有开箱，因为我不会再用它的了。还有这个床也是质量也是一般般的，但是能用1年是绝对不会出问题。还有我自备的被子和被套，其实这个床垫还是蛮舒服的，就是不软不硬。比我之前的好多了。旁边这台风扇也是我的啦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大窗台。这个篮子呢，其实原本是放一些穿过的衣服，就是丢到几天要放去洗。还有这边就是一个床头柜，床头柜呢还是空的。还有这个台灯也是我的啦，这些都是在 IKEA 买的，这个也是。还有这台风扇也是我的啦。我们看看窗台。其实我订的那个晒衣服的架还没到啦，就暂时用那条绳绑着晒一下衣服。这洗衣机是房东配的，另外一台就是我的啦。这台洗衣机跟了我2年了，卖也卖不出，然后我就把它用这些塑料袋挡一下阳光吧，因为这些塑料管是容易烂一点，是容易老化。就先放这里先啦，说不定我未来还能用得上。我们看看向东边的阳台。对面这个就是母办啦，母办就是有社区管理的意思。3层，然后我查价格是6000万泰铢，好贵哦，真的超贵。因为6000万我可以买通楼了。好喜欢这种云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我们看一下，其实我蛮喜欢这个阳台的，它向东边呢，早上会有太阳过来。它的好处是我晚上洗衣服的话，我把它晒出来，然后早上就一定干了啦。再说早上的泰国一般都不会下雨，一般泰国雨季是晚上下雨啊，所以我非常喜欢它是向东边的。阳台看下去是泳池啊，泳池呢有一朵荷花，对不对？还是莲花？这个泳池还蛮大的，31楼看都还是有这么长。OK， 我们阳台里面的话，我都会配一个鞋子，咦，我脚这么黑啊，我都会配一个鞋子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外面的地面一般都是不会扫的，通常都是洗完衣服，这个水都是帮我把灰尘冲掉啦。然后我鞋子一般晚上都会丢到那个位置，因为早上太阳实在是太猛啦，还是蛮大风的。
新家有个好处就是冷气机也是新的啦，冷气机啊、冰箱啊越新越好，因为越来越省电了。还有就是新家冷气机不用我去洗啦，因为它是新的。泰国这边一般是1年洗一次冷气吧。这个房间44平方米就是这样子的啦，它客厅会比较大。客厅比较大呢，一般对很多人来讲的话，应该不太适合，但对我来讲又是最适合啦。因为我的房间我自己睡的话，也不需要太多的空间啦，而且我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一般都是堆在外面。泰国现在有不少 condo 洗手间都是在房间里面啦，我喜欢它在外面，就是假如我有朋友来的话，他们进来这里也是方便一点点，不用要过房间啦。网络不知道什么时候好。他说他会有人打电话过来，然后这里没有打水机。大概多少天好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说今天是假日，所以不知道。这么麻烦了哦。所以我现在还是没有网络，好可怜啊！下礼拜能好吗？应该吧，不知道。哦，这里没有打水机。对啊。那就麻烦了。我要买回来，我怕你冰箱太空了，我买很多奶回来。对，我刚拍我的轮廓你就进来了。菠萝。还有菠萝。还有午餐或是你的晚餐吧。哦。我路过嘛，然后我就想到你冰箱好空哦，然后我就不狠心这样过来，所以我就买了东西。哦，你买了这个什么东西？你要吃对吧？我原本要跟你一起吃，但你吃了没事，我自己吃也行的。一起吃吧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有一个ข้าวหมูแดง跟banh mi。我刚刚在拍伦多的影片，你就来了，拍完了，向外面推一下，然后再拉，对。好香哦！这个是ข้าวหมูแดงหมูกรอบ。要放这个。哇，不错，好多酱哦。还有这个是banh mi，banh mi要加很多汤过来哦。那加点钱或是可以干着吃。雨季的泰国下午晚上都容易下雨哦。你看，远远的那一边还是有太阳的。但是我的这边已经乌云密布啦，现在我下去看看楼下的情况。刚下到楼下，这边就下大雨啦，这种风雨，我能看到那边就没有下雨，但是我这里就已经大风大暴雨啦。这边就是一个 garden， 算是一个4楼的一个花园吧。然后这里就是他们的管理中心，其实下面还是蛮大的。这边就下大雨啦，出不去。但我们能看到那边天空还是晴朗的。这一边，这里有一个很浅的儿童泳池啦，还有这边就是有一个超长的、很大的一个比较深的泳池。但是呢，因为 COVID 啊，这些都不开放的啦。感觉自己在拍一个台风的新闻一样，就外面的风风雨雨打过来。其实这个泳池应该就用不上的了。前面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儿童乐园，但也是因为 COVID 这边也不开的啦。我觉得今年我在这里也很少机会游泳啦。它泳池其实蛮大的，像现在没什么人住的话，就是超大的。假如很多人住的话，我相信这个泳池还是不够用的，因为这4栋大楼都是同样一个泳池哦。然后呢，这里是 scan 那个 QR code， 但是这里又没有任何东西让我打开那个 QR code， 而且电梯里面一般信号超差的，所以只能用卡，用卡会比较方便一点点。前面左边还是阳光明媚哦，右边已经是乌云密布，而且下了大雨。那其实我这边还是下着雨了，但是我能隐约看到一些阳光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沙威南的泰文就是泳池的意思啦。其实泰国的雨季一般都是下午跟傍晚会下一场1个小时左右的雨啦，不会下太久，相当于过云雨吧。然后早上一般都不会下雨的，所以我这边向东边的阳台是非常适合晒衣服。这部影片是我第一次拍关于 room tour 的影片啦，如果大家覺得不怎樣或者不喜歡，那不管怎樣啦，無論如何嚇，都多謝大家收睇。無論如何呢個意思，即係之前睇黃子華佢話，
無論以上講得有咩唔好，有咩唔啱嘅，總之啊，無論如何之後嘅嘢又覺得好有道理咁喎。OK， 謝謝大家觀看，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。其實我為什麼會選擇這一區呢？是因為我女朋友她家在附近啦。哇，蠻漂亮的誒，我們很幸運的，我們看到了彩虹。有沒有看到？雨後天晴。所以不管我們做什麼事情，都是雨後總會天晴，彩虹總在風雨後嘛。真想記錄這一刻。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，或者關於更多 room tour 的主題的影片，可以按讚告訴我，我之後會做更多相關的影片。那謝謝大家的觀看，也謝謝大家的訂閱，可以開個鈴鐺，這樣之後我發片你們第一時間就知道啦。我們下集很快就見，拜拜。